呀！妈，你摸着良心说说，国强为了这个家付出多少？大哥当年跌下山崖，是国强磨坏了膝盖才救回来。老三当初要结婚，是国强将退伍费都拿了出来。现在国强手术只差1万块就能救他的命。妈，算我求你了，那1万块就当我借的，行吗？我一定还。还？老二死了，你拿什么还？老二，我又没求着你背，你就算腿瘸了也是活该。二哥，妈说了，大的要照顾小的，我娶媳妇儿你出钱是天经地义。我可是生下了林家长孙，你就2个赔钱货，也配跟我比？赔钱货就一点好，大了能卖彩礼钱。素梅，你妈也是为你们好，你们家本就困难，用光了积蓄，接下来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素梅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们女儿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要弥补你们。国强，爸，你醒醒！这是1980年，我竟重生到了1980年。国强，吃饭了。素梅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们母女受苦了。你怎么了？国强，赶紧出来！快开门啊！赶紧出来！咋才开门？你大哥家今天砌院墙缺人手，你赶紧去！不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去。以后我不会再免费给你们干苦力，想请我干活得付工钱。他以往不是最听他妈的话吗？对于兄弟姐妹的事儿更是热心，如今竟然拒绝了。林国强，那是你亲大哥，你帮忙还要收钱？妈要是真心疼大哥，可以把这个钱出了，我不借。老二，你疯了！让你帮个忙竟然收钱，你还是不是我弟弟？大哥，当年你摔下山，是我背着你，在山里走了1夜才把你救回来。我腿到现在下雨就痛，你好意思让我去砌墙？你还是不是我亲哥？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翻旧账算什么意思？你就说是不是事实？林国强，你现在六亲不认了是吧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妈，我家漏风漏雨，静静这么大了，连块肉都没吃过。你让大哥帮过我吗？你眼里有我这个儿子吗？你老二一向很乖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你挑唆老二对付我们？嫁进来就生个赔钱货，还有脸挑事儿？妈，我没有。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金贵的？大媳妇可为我林家生下了长孙。我林国强的闺女，比所谓的长孙金贵100倍。切，丫头就是丫头，嫁出去就是别人家，赔钱货是事实。大哥，静静才3岁，她还是你亲侄女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在林家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？滚！林国伟！你敢打我？妈，你看的！林国强，你疯了！他是你亲大哥，你下这么狠的手，是不是要把我气死？疯闹什么？老头子，你来了正好，老二打他大哥，你看看国伟的脸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国强，你打你大哥了？打了，那你还理直气壮？赶紧道歉！爹，
你至少得问问具体情况吧。妈和大哥不仅逼我免费给他们干活，嘴里还骂静静是个不值钱的赔钱货。我媳妇儿气不过争论，大哥就推得她头破血流。爹，您告诉我，身为男人，为自己的老婆孩子讨个公道，哪里不对？国维，你有话说吗？老头子不过是说了他2句，谁知道老二发这么大疯。就是啊，爹，玩笑都是玩笑，老二也忒爱计较了。玩笑，大哥，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。牛牛学习差，将来不是当流氓就是做赘婿，你觉得这玩笑好笑吗？林国强，你咒我儿子！大哥，你咒我闺女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这滋味？爹，我住土坯房漏风漏雨，他们住砖瓦房，还要我去免费干活，我不去就是不孝。爹，您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公道，我就自己。国维，给你弟媳妇道歉。爹，我可是大哥，怎么能跟弟弟道歉？道歉！弟妹，对不住，我说错话了，你别跟我计较。大哥以后不找麻烦就行了。行了，都一家人，别记仇啊！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我老婆孩子，我不光打人，还跟他拼命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疼不疼？国强，我们离婚吧。素梅，你说什么？离婚。我不想女儿再被骂赔钱货，不想再伺候你那一大家子了，我受够了。国强，你今天是护着我们，可明天呢？后天呢？我赌不起。素梅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总想着家和万事兴，万事让着他们，连累你也受尽了委屈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去给他们洗衣做饭，我发誓，这辈子你和女儿才是我最重要的家人。素梅，我准备做个小买卖，卖肉夹馍，等挣了钱，咱们就搬出去，离他们远远的。真的？当然。可镇上那么多做买卖的，人家凭啥买咱们的？就凭我的手艺。上辈子我可在国营饭店干了10几年的厨师，手艺一向被人称赞，尤其是面食。好，我信你。国强，背的啥？肉夹馍，去镇上卖。二叔，你要去卖肉夹馍，别让人家吃了拉肚子，把你抓起来。老二，你认得秤吗？算得清账吗？还是趁早背回去，别丢人现眼。我挣不挣得到钱，不劳你的操心。大兄弟，你这馍闻着怪香的。姐，尝尝。哎呀，这咋好意思？没事儿，都自己人，尝尝。大兄弟，你这手艺可以呀，馍烙的酥脆，肉炖的烂乎，比镇上国营饭店的还强。姐过奖了。你这卖多少钱一个？3毛。3毛不贵，国营饭店一个烧饼夹肉得4毛呢，还没你这个好吃。行，大兄弟，你就在这摆吧，咱俩不犯冲。你卖你的馍，我卖我的油条。好，谢谢胖嫂。
闻着挺香的，给我来一个。不错，你这肉炖的好啊，比食堂强100倍。再来一个，我带进去中午吃。好嘞，真这么好吃？我也来一个，老板给我一个。哎，一个个来，都有。又是咸菜，素梅怎么做饭的？老二带话了，以后赵素梅不干这些活了，说她嫁进来7年，伺候一大家子，轮也该轮到别家了。爹，我得带牛牛，顾不上。其余人呢？嫌难吃，一起下馆子去了。老三那个媳妇儿更指望不上，刷个碗都能摔一堆。还不都是你惯的？既然都不干，老婆子，以后这些活归你。老天爷，怎么这样？我伺候你们一辈子了，还要我伺候到死啊！妈，既然赵素梅不来做饭，那咱就去她屋里吃。她家这几天一直有肉香，肯定是肉夹馍卖不出去了。好在肉是实打实的，比啃咸菜强。不错，正好给赵素梅点颜色瞧瞧。走。妈，你们来干嘛？你说干啥？你躲在屋里吃香喝辣的，我们这一大家子怎么办？妈，我伺候了7年还不行吗？而且女儿们还小，我实在顾不上。顾不上？你嫁进林家可不是来享福的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有脸吃？这卖不出去的剩货，我勉强对付2口吧。怎么这么好吃？脏兮兮的，要不是牛牛说要，我都懒得碰。还行吧，再整2个，牛牛和桂芳都得吃呢。没有，你们都吃完了。那不还有一个吗？把它给我。我不要。你们抢大人吃的，我忍了。但静静才3岁，她碗里的东西你们也抢，太过分了！请你们立刻离开！混账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肉蛋理应全家共享。说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？妈，这是国强退伍安置费买的，这笔钱你们花的更多，我们用一点在自己身上不可以吗？安置费早花光了，妈。这肯定是偷的，偷我们家的钱买的。我家刚丢了50块钱，这可是我采石场挣的血汗钱，他怎么这么狠心？你胡说，我没偷。偷没偷的，搜一搜就知道了。开柜子，让我们看看你还藏了什么。不行，你们凭什么搜我家？不让搜就是心虚。妈，你看他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拉开！弟妹，我劝你赶紧让开。别逼我动手！这是我家，你们不能这样做。住手！忘了我的话，想跟我拼命？你打你大哥干嘛？都是赵素梅的错。牛牛想吃口肉，他都不给，那是你亲侄子啊！我没有，我赵素梅嫁进林家7年，任劳任怨，什么时候偷过1分钱？没偷，你哪来的钱买肉买鸡蛋？你就是偷的！弟妹，别在这死犟了，只要你乖乖交出偷我的50块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肉和鸡蛋都是我买的，如果你们有异议，就去报警，让警察来查查究竟是谁想偷钱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报警啊！私闯民宅，抢东西打人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抢劫，坐牢起码10年起步。老二，都是一家人，报什么警啊？
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国强，算了算了，咱们都是亲人啊，还是和和气气的好。不就是吃点东西吗？我们也是看你卖不出去，怕浪费了，才帮忙吃的。你再做一些，我们拿走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林老二一向最好说话，这事儿肯定要不了了之。可怜了赵家妹子，嫁进林家7年，哪回不是她让步，连带着女儿也受委屈。谁叫林国强只顾着他爸妈那一家，老婆孩子倒成了外人。是啊，从前他只会让我们娘几个忍让，这次会例外吗？上辈子我搭上自己和妻女给林家当牛做马，可换来了什么？这辈子谁也别想再让我委屈他们。算了，绝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妈，你们闯进我屋子里，抢我的东西，打我媳妇儿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了，凭什么？我要求照价赔偿，这些肉夹馍、鸡蛋、家具，大概2块。我媳妇和女儿身心严重受伤，医药费8块，总共10块钱，你们谁出？林国强，你疯了吧？竟然想着从家人手里坑钱！老二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可是你亲大哥，亲大哥还闯进亲弟弟家抢东西打弟媳妇儿，你也配说这2个字儿？就是，你弟弟对你够好了，以前啥好吃好喝不先紧着你们，你这当大哥的给过他什么？他真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老二，几个肉夹馍而已，你做生意亏钱亏疯了吧？这么讹我们？呸！我还没嫌他难吃呢，活该你亏本。谁说我亏本？国伟，你可别瞎说。我刚从镇上回来，亲眼看见国强的摊子排了好长的队，他那肉夹馍香的半条街都是味儿。50、60个肉夹馍呢，每天不到1小时就卖光了，还有好些人没买着呢。真的，国强，那你一天得赚多少啊？10块左右吧。10块？那这几天岂不是都赚50、60了？比公社书记赚的都多啊！国强真的太厉害了。50、60块，老大，你累死累活1个月也挣不了这么多啊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一天挣10块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大哥，吃不到葡萄就不要说葡萄酸。老二，既然你这么能赚钱，还要什么赔偿？人太贪心，没有好报的。就是啊，二弟，都是一家人，我警告你别太过分了。一家人？刚才你们动手的时候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报警还是赔钱？你们选。不行，不能报警。老大，你掏钱。妈，别忘了，主意可是你出的，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婆子花钱？现在你们可以走了，不送。林老弟终于想明白了，知道护着老婆孩子了，就该这样。以前太好说话了，才让人欺负到头上来。谢谢大家，时候不早了，都散了吧。素梅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国强，是什么东西？你先闭上眼睛。这是给你扯了块布做件棉袄，你那件太旧了，不暖和。奶粉和麦乳精给微微补身体。小皮鞋是给静静的。爸给我的。对，穿上试试。好漂亮！我有新鞋了！我有新鞋了！国强，你花这些钱干啥？好不容易挣的，得攒着。素梅，钱是王八蛋，花了还能赚。你和孩子舒坦，比什么都强。国强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以前过年都吃不上一顿饱饭，现在我有新棉袄，静静有新鞋，微微也能喝上奶粉了。素梅，不是梦。从今天起，咱们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。
国强，不好了，你妈一气之下喝药了，你爸让你快去看看。林国强，你满意了？妈被你活生生气晕了。二哥，妈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没完。老二，你这回确实过分了。她就算有错，那也是你妈呀。我妈一向泼辣彪悍，可不像是会寻死的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简直不孝！妈，别装了，这是红糖水，不是药。老二，妈红糖水就要喝不行啊？她被你伤透了心，怕苦呢。既然这样，我把王大夫找来，他扎针救人的本事一流。王大夫确实厉害，上回我见他10几根下去，快死的猪都能活过来了。不用扎，我好了。你个死老太婆，闹这出干什么？丢人现眼！要怪就怪这孽障不知好歹，亲妈的面子不给，亲大哥的钱也坑，这个家还有没有规矩？就是，赵素梅带孩子吃独食，我们去理论有错吗？二哥，东西本就该交给爸妈后再分，你自己确实不对啊。大哥，你挣的工资上交了吗？老三，你挣的钱分给我们了吗？爸，从小到大，我吃穿都是他们剩的。妈说我是男孩，养糙点正常，可大哥三弟不也是男孩呢？还有素梅，她伺候一大家子7年了，洗衣做饭，下田劳作，可年夜饭她跟静静连个座位都没有。你们有好处的时候，想过我们吗？现在我自己能挣口吃的，就要我充公，凭什么？老二，我没想到你心里有这么多委屈，爸知道了，放心，以后我让他们改。没有以后了。爸，我要分家。混账东西！我跟你爸还没死呢，你想分家没门儿！家里只有老二是真正干活的人，分家了，谁往家里拿钱，谁伺候我？妈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们。你个不孝子！我10月怀胎生下你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妈，这些年你生病时是谁伺候的？家里大部分钱是谁给的？满村的人谁不说我孝顺？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这么多年，你除了把我当牛一样使唤，还为我做过什么？国强，你真要分？爸，我心意已决。唉，国伟，你呢？老二变了，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老实人了，不如分了家，说不定还能多分点东西。既然大家都成家了，分也行。国栋，你怎么说？分就分呗，我无所谓。行，那就分。老头子，不能分，分了这家就散了，老二不能走。你闭嘴！家到今天这步田地，还不是你闹的？去，把账本拿来。分家前，你们有什么要说的？爸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公平。二哥，你这话啥意思？爹还能偏着谁？二哥，你这话啥意思？爹还能偏着谁？我意思是，分家得有个规矩，
按规矩来，谁也别多占，谁也别吃亏。哼，国强说的对，分家就是要公平。家里的财产我大概捋了捋，房产3处，老宅3间，老大的3间砖瓦房，国强的2间土坯房，12亩地，东头5亩水浇地，西坡3亩旱地，河滩4亩薄田，积蓄大概300来块。我的想法是，房产就维持现状不变，田地嘛，老大拿水浇地，老二拿薄田，老三分旱地，自行车给老三，再给他200块钱，缝纫机给老五当嫁妆，驴先不分，大家一起用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挺好，我没意见。我也是。果然跟上辈子一样，我得破房薄田，钱1分没有。这辈子我不会再逆来顺受了。我不同意。爸，我有几个问题。你说。第一，大哥的砖法房是用我从部队带回来的木料盖的，那些木料值多少钱？第二，老三娶媳妇儿买家具的钱是我出的，这笔账怎么算？第三，爹，您说手里只有300块积蓄，是真的吗？李国强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你爹撒谎，还是说我藏了钱？你反了你！妈，我没说您藏钱，我只是问家里到底有多少积蓄。你从小到大的吃穿用度不要钱，你当兵这几年家里替你操了多少心不要算，你现在给我算木料算安置费，那是你亲哥亲弟，一家人帮衬一下怎么了？妈，您总说一家人帮衬，那我问问你，谁帮衬过我？我退伍回来，膝盖受伤难以赚钱，素梅身子弱，2孩子一个3岁，一个才1岁，住着冬天刮风夏天漏雨的破屋，穷得连口麦乳精都喝不上，我比谁都难。可我帮了大哥，帮了老三，帮了这个家，但现在分家就给我2间破土房，4亩薄田，凭什么？反了反了，我这是造了什么，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？国强，你想要什么？爸，我不要多的，我只要我该得的。第一，大哥的砖瓦房是用我从了部队带回来的木料，市价150块，大哥要么给钱，要么拿东西补。第二，老三娶媳妇儿用了我300块退伍安置费，这笔钱要还。第三，分地不能把好地全给大哥，差地全给我，要么抓阄，要么平分。第四，家里的积蓄不止300块。爸，您是生产队的老会计，这些年您和妈攒了多少自己清楚，这些钱3个儿子平分。驴既然不分，那就谁用谁出草料钱，不能像从前那样，我用的最少，却出的最多。李国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大哥，我说的哪一条不合理，你指出来。你他妈白眼狼！当初你帮我是你自己愿意的，我可没求你。对，我自愿的，因为我把你当一家人。可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帮你，你却不会帮我，你只会觉得理所当然。大哥，你自己说的，你没求着我，那好，以后你再出了什么事儿，也别求我。妈，你再说一遍！怎么，大哥想跟我动手？够了！都给我坐下！国强说的有道理，就按他说的办。爸，你闭嘴！老头子，你是不是犯糊涂了？老大老三哪个不比国强有出息？妈，这个儿子真是变得越来越凶了，不好对付。行，你们爷们商量，我不管了。老大，老三，你们怎么说？木料的事儿我认，150块我给。
但我手头紧，分期给，1年给50。可以。二哥，你可真行啊！300块我还，但我现在没钱，等我有了再还。不行，你在镇上1个月挣40多，每个月还20，15个月还清，你至于吗？我可是你亲弟弟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话是你说的。田地之后抓阄，谁抓到什么是什么。至于积蓄，一共1200块，3兄弟每人300，剩下300留给我和你妈。行，爸，我的300块今天能给我吗？林国强，你就这么急着分钱，非要逼死我跟你爸？妈，微微和静静年幼，素梅身体也不好，我花钱的地方多。你300块，你数数。不用数，我信爸。抓阄我们运气不错，抓到最好的5亩水浇地。不过，怎么了？国强，你这回算是彻底把全家得罪了。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。我不要，你拿着，家里的大事儿还是你做主。素梅，以前是我没本事，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受苦，现在我想给你们过好日子。素梅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租个小店，摆摊儿到底不方便，刮风下雨就没法出摊儿，有个固定的店，客人也放心。租店得多少钱？我看中农机场对面那间小门面，1个月30块。30块，太贵了吧？咱们现在1个月才挣多少？上个月挣了将近400块，刨去成本，净赚260。所以你看，30块的房租，毛毛雨。有了店面，早上早点，中午快餐，晚上卤味，到时候1个月挣的，现在翻一番都不止。行，听你的。谢谢你信我，愿意支持我。老夫老妻了，说这些干啥？林师傅终于开店了，以前在路边吃，冬天冻得手抖，现在好了，有地方坐了。坐，今天头一天，多送一碟卤味。林师傅仗义，我吃了你家肉夹馍2个月了，就认这个味儿。生意竟这么火，凭什么分家后我吃糠咽菜的，他却过得越来越好？你们别被他骗了！林国强不孝父母，蛮横霸道，这种人做的东西你们也敢吃？大哥，你怎么血口喷人？就凭我是林国强大哥，我最了解他了，还能骗他们吗？你胡说！真是他大哥，那他说的话不会是真的吧？先别吃了。大哥，你说我不孝，那之前妈生病是谁伺候？钱是谁出的？是你吗？你说我蛮横，你住砖瓦房，我住土坯房，你儿子吃肉，我闺女连口汤都捞不着，谁蛮横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林师傅这儿我吃了3个月了，从没出过问题。我看他是眼红吧？就是林师傅的肉夹馍，谁不说好？你当大哥反倒砸自己弟弟场子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你才不是好东西！林师傅，别理他，我们信你。对，我们信你。对，我们信你。大哥，好狗不挡道，没事的话就走了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好得很，你给我等着，快滚吧！不知道自己多招人嫌啊！
素梅，还有多少面？不到10斤了。卤汤呢？见底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卖完了，明天请早。57块8毛。面粉、猪肉、调料等，再加上房租、水电，大概花了20块出头。这样一算，咱们一天净赚30多块。这也太多了吧？第一天很多人尝鲜，后面能不能稳住看手艺。那你手艺肯定行。刚才一顾客吃了2个肉夹馍1碗面，说活了这么久，头回吃到这么好吃的面。妈，我不活了！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？老二那个店生意好的不得了，我不过是说他2句，他就当着那么多人羞辱我，他还说我是党道的狗，我可是他亲大哥呀！这个白眼狼！早知道他这么不吃东西，当初我就不该把他生下来。妈，您别气了，他能开店，咱们也能开，咱们卖便宜点，把他生意全抢过来，让他哭都找不到调。对，他肉夹馍卖3毛，咱们卖2毛；他面条4毛，咱们2毛5；卤味每样便宜1毛，看他还怎么狂！门面就租他对面，让他天天看着咱们的客人排队，气死他！可是开店得花不少钱，租门面、买家伙、进材料，你们本金够吗？妈，不是还有您吗？老二能挣钱，我肯定能挣更多。不就是一块饼夹肉吗？桂芳也能做出来。对，我还做的比他好。妈，等我赚了大钱，第一个孝敬您，给您买金镯子，让你净享福。行，嗨，咱们把老二那个店比下去，让他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。国强，你快过来看！大哥大嫂疯了吗？平常饭都不怎么做，竟然开小吃店，还取名超强，这不是故意针对咱们吗？各位乡亲，超强小吃今天开业，烧饼夹肉2毛一个，量大管饱，面条2毛5一碗，卤味3毛1斤，快来尝啊！2毛，这么便宜？走走走，去尝尝。不止啊，面条和卤味也比这家便宜，真实惠。快走，别抢不到位置。哎，国强，他们所有东西都比咱们便宜，顾客都跑了，怎么办？老二，你那3毛一个的肉夹馍留着你自己吃吧，我看你还能撑几天。依我看，最多1星期，到时候可别来求我们，太过分了！我去找他们算账。别慌，吃客最重味道。你觉得2个饭都做不明白的人，能留住多少客人？可他们买的便宜啊，这世上大多数人还是贪便宜的。他们这个价格坚持不了多久，他们便宜，到时破产的不一定是谁。哎呦，老二，这店里咋这么冷清啊？赚的够不够交房租啊？够。听他吹呢，我们那边才是生意好，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。
我啊，真羡慕你们清闲。大哥，既然你们这么忙，那赚了多少？你管我赚多少，反正比你多。就是，你等着我们把顾客都抢走吧。哦，等你真能抢到再说吧。哼。国伟，咱们到底赚了多少？我算着不对。别问了，我问怎么了？这几天客人不少，可我算着，扣掉成本竟只有几块钱，还不如你干采石场呢。而且，我发现每天客人都在减少，好多老顾客往林国强的店跑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做的那个烧肉夹饼，客人说咸，肉也柴，好多进店的客人咬两口就走了。肉是你买的，面是你和的，你怪我？行了行了，明天再降，卖1毛1个，我就不信抢不过他。还降？那咱们会亏本的。亏不了，咱们所有的用料都次点不就行了吗？重要的是先抢占市场，让林国强在这个镇上混不下去。我看他还怎么跑。林师傅，这批肉便宜，5毛1斤，正常都要1块2呢。这肉变质了，不能要。林师傅，就一点点味道，多放点调料就盖住了，便宜了7毛钱呢，多划算。我不用不好的肉，做生意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老板，真5毛1斤？当然，你量大的话，我可以再便宜点。好，给我切50斤。哎，这才是明白人。我跟你说，卤肉多放点花椒八角，啥味儿都盖住了。有些人就是太死板，有钱干嘛不赚？从前饿肚子时树根都吃过，这点肉怕什么？烧肉夹饼1毛5，全城最低价，过了这村没这店了。老二，你斗不过我的，趁早关门吧。林国伟，看在都姓林的份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口味差不要紧，但食材一定要干净。胡说什么？你就是眼红我生意好。国强，他们卖1毛5，连成本都不够，这是在亏本。他们图什么？还是赚的。1毛5怎么赚？昨天菜市场，泰铢给他5毛1斤的变质猪肉，他几乎全买了，成本大幅下降，自然有的赚。这迟早要出事儿啊！开门！林国伟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，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我家烧饼，这么早就来了。喜欢个屁！林国伟，昨天吃了你家的烧肉夹饼，我肚子疼了1宿，你里边放什么了？不可能，我的肉都是新鲜买的。你们是不是吃别的东西了？我昨天就吃了你家的饼，你还想赖？那也可能是你肠胃不好。哎，对啊，放屁！什么假药饼呀？这么多人都同时肠胃不好吗？我娘也吃了你的饼，现在还在卫生院躺着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赔钱，不赔就举报你投机倒把，用变质肉害人！是他，是林国强让我买那些肉的，你们要赔钱找他。就是他，他是我亲弟弟，我卤肉方子是他教我的，肉也是在他常去的摊主那儿买的。你们要算账的话，找他。他们可是亲兄弟呀，难道说的是真的？太可恨了！我们是出于信任才来店里吃东西，怎么能这么害我们？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诬陷人，国强没教过他任何东西。大家冷静点，请想想，我为什么要交一个竞争对手？这不是毁我自己生意吗？有道理，而且林师傅做事认真，手艺一流，我之前吃从来没出过问题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这饼真是要害死人了！大哥，
你摸着良心说，我什么时候教过你做饼？什么时候介绍你去买过肉？你就是教过，那个摊主你也认识，还狡辩？好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可以把你手里的烧肉夹饼给我看看吗？大家自己看，这是他们的饼，这是我们的馍。他们的饼皮发黑发硬，用的是陈面；我们的馍白净松软，当天和面当天烙。他们的肉颜色发暗，细闻有酸味儿，这是变质肉；我们的肉红亮，闻着是酱香味儿。没错，细闻是有酸味儿，只不过其他调料味太重，给盖住了。林国伟，你用变质肉害人，还嫁祸给亲弟弟，你还是人吗？林师傅天天起早贪黑，真材实料做生意，你呢，竟干些丧良心的勾当。林师傅，还是你家店好吃又安心，我以后再也不贪便宜，只在你家吃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谢谢大家，只要你们来，我都欢迎。林国伟赔钱，医药费、误工费，少一分都不行。别打了，我赔。爸妈，救我！小吃店全赔了，还欠了300块医药费。人家说了，3天内不给，他们就联合起诉，抓我去坐牢。你不是说开店能挣大钱吗？不是说要给我买大金镯子吗？不是说要让我享福吗？妈，我也没想到会赔成这样啊！没想到，你脑子呢？你学人家做买卖，怎么你弟弟一天挣几十块，你就赔得血本无归？我当初怎么就信了你的鬼话？哭什么？还不是怪你！当初你非要惯着他，还背着我拿钱给他开店。现在好了，300块，你拿什么给？找老二，老二有钱，他一天挣那么多，300块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不妥，老二的钱是自己挣的，凭什么给老大填窟窿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真让国伟去坐牢？他可是你亲儿子。我管不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妈，我之前得罪老二得罪死了，他肯定不借。我去找他，我是他妈，他敢不借？国强，劈柴呢，妈帮你。妈，您来干嘛？没事，妈就不能来看看你呀？素梅和静静呢？我给他们带了鸡蛋。妈，有事直说，否则我就走了。国强，你大哥店破产了，还欠一屁股债，你先借他300块钱吧。大哥欠我的木料钱还没还呢，说是分期给，都3个多月了，他一分没给，还好意思向我借？那不一样，这2码事儿。在我这里就是1码事儿，而且他落的这个地步是自作自受。林国强，你们都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那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啊！你真要眼睁睁看他去坐牢？借可以，但写个借条，利息按银行算，什么时候还，怎么还，白纸黑字写清楚。林国强，那是你亲大哥，你还要利息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妈，大哥坑我的时候，您怎么不跟他说良心？你真是彻底变了，明明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没变，我只是想明白了。妈，以前我什么都让，什么都给，可我屋子要塌了，女儿喝不起奶粉时，您在哪儿？现在我挣了点钱，您就3番4次的来要。妈，我在您眼里
就是个提款机，摁我就出钱。林国伟，说好今天给钱的，钱呢？快拿出来，否则直接押你去派出所。妈，快救我！别抓我儿子！有钱，我们有钱。老二，救救我！我不能坐牢啊，否则牛牛怎么办？国强，帮帮你大哥吧！看在牛牛还小的份上，你忍心他这么小就离开爸爸吗？又道德绑架我，大哥，你卖臭肉时怎么不想着牛牛可怜？妈，你明知大哥不行，却为了逼我听话，还是给钱开店。那时你想过牛牛吗？你管我怎么想？说来说去，你个白眼狼，到底借不借？商量好没？再给10分钟，还借不到钱我就押人了。国强，你借吧。爸，连你也这么说。爸，连你也这么说。国强，你大哥再不是东西，也是你大哥。这钱，你先垫上。爸，我以为这个家里您是唯一一个还算公平的人，可原来你也不是。国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3个儿子，我一视同仁。一视同仁？爸，这话你说着不虚吗？大哥的砖瓦房怎么来的？我为什么又是土坯房？您心里不清楚？这些年，妈偏心，您不是不知道，您是装不知道，因为您也是既得利益者。大哥住大房子，您脸上有光；老三娶媳妇儿，您不用操心。我吃苦受罪，反正不影响您。国强，你说这种话，你是在往我心窝里捅刀子啊！这么多年，在这个家，所有人都欺负你，只有我会好好跟你说话，安慰你，你忘了吗？一个巴掌一个红枣，一个红脸一个白脸。爸，如果不是你演出来的那点温情，我会死心塌地的为你们干一辈子。我从前就是活生生被你们累死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上辈子的心里话总算说出来了，痛快。爸，300块你和妈出不起吗？你们才是大哥的父母，要对他负责的是你，关我屁事。你放肆！那是你爸，是一家之主，你这么说话，不怕天打雷劈？老婆子，去取钱。取什么钱？咱们的养老钱，300块。你疯了！那是咱们的养老钱，取出来，咱们往后喝西北风啊！我让你去取，快点，只剩3分钟了。妈，我去啊，我不能坐牢的。一个废物也学林师傅开店，破产活该。没错，还连累爸妈掏养老钱，不知羞。林师傅，您才是有真本事，您这大哥连您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都怪你！我和你爸连养老钱都搭进去了，你满意了？你个丧门星，生下来就是克我们老林家的。妈，是大哥犯错，害你们养老金没了，你怎么能怪国强？闭嘴！你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插嘴？嫁进我们家这么多年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有脸说话？妈，你……素梅，素梅，素梅，你怎么了？素梅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医生，快看看我媳妇儿，她突然晕倒了。需要抽血检查，稍等。恭喜，你太太怀孕1个月了，胎相有点不稳，需要好好休养，不能劳累。素梅，你听到了吗？医生说你怀孕了。太好了，我又怀了。国强，这次我一定给你生一个儿子。素梅，对我来说，男孩女孩都一样，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压力。哪个女人怀孕不干活？
你别想偷懒儿。国强，你怎么了？上辈子素梅流产，我跪在院子里哭了一晚上，后悔至极。这辈子我一定不能让她重蹈覆辙。素梅，从今天起，店里的事儿你不要管，在家里好好养胎。那怎么行？店里生意越来越火，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？忙不过来我就找人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养好身体，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。好吧，你准备找谁帮忙？你弟志军就不错，上辈子他穷困潦倒，还把身上只剩的100块给我治病，这辈子一定要拉他一把。不行，他游手好闲的，肯定干不了。来店里不给你添乱就不错了。素梅，你信我，志军能行。好，那试试。姐夫，真让我来帮忙啊？我可什么都不会。不会就学，谁天生就会？试试。这什么玩意儿，扔了算了。别急，手放这里，用力要均匀。再来。想不到他是真的教我。小伙子，点单，1碗面，2个肉夹馍。哦，好，这边2碗面。志军，端菜的时候手要稳，眼睛要看路，客人催你不要急，越急越容易出错。知道了。小伙子，我的面呢？等了多久了？马上。完了，姐夫肯定要骂死我了。骂吧，只要他开口骂一句，我立马走，哪怕1个月30块，老子也不稀罕。手扎着没有？没有，没伤着就行。先把地收拾了，扫干净，别扎着客人脚。收拾完了，该上菜上菜。小伙子，别慌，谁刚开始干活不摔几个碗？我当年学徒，第1天摔了8个。就是林师傅手艺好，人也好，跟着好好学，错不了。怎么了？有话说。姐夫，你白天咋不骂我？摔几只碗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我在家干啥都被骂，爹骂，娘叹气，姐姐也说我调皮。我出去打工干错一点，老板就骂我几个小时。我觉得我就是废物，啥也干不了。你不是废物，你只是没人教。姐夫，我想好好干，那就好好干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学成后自己当老板。老板？我？怎么不敢？敢？谁不敢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回来了，志军今天咋样？没事儿，就摔了2个盘子。我就说他不行，他从小就这样毛手毛脚的，干啥不行。素梅，志军行，从前只是没人教过他，有人教，他就能走正道。国强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这几天赚的，你收着。400多，这才几天？生意好，你收好，给自己和孩子们补补身子。400多，这要是我赚的该多好！二哥，去镇上啊！你看你这一大早的真勤快。老三，有事儿。二哥，你那儿生意是真不错，我想跟着你干，1个月工资不用高，50块就行。50块？
城里的办事员1个月才30多，你倒好意思开口？咱们是亲兄弟嘛，那跟别人不能比。晚了，我店里已经招了人，我干活入股，帮你把店做大。毕竟外人哪有自家人可靠？老三，你懂卤味吗？懂火候吗？不懂，但二哥你可以教我呀。教你，然后像大哥一样出去跟我打擂台，坑我。二哥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太伤我们兄弟的感情了。你想入股？可以，拿500块来，给你1成股。500块？二哥你抢钱呢？嫌贵可以不入股，我又没求着你。林国强，你给等着！怎么了？脸拉得跟驴似的。我去找老二，想跟着他干，他竟让我拿500块入股。500块啊！他咋不去抢？哼，他就是个六亲不认的玩意儿，指望他干嘛？不过咱们不好过，他也别想舒服。大哥有办法。好，这回他就等着把赚出来的钱全吐出来。林老板，生意不错呀，这店里挤得满满当当的。马主任来了，稍坐一会儿。不急不急，你忙你的。马主任，今天怎么有空来？林老板，你这店开了也有段日子了，生意这么好，我这房东也跟着高兴。不过嘛，这房租该涨了。涨多少？每月涨到50，年付，签3年，一次性付清。50？我们租了还不到半年就涨这么高，而且还得一次性付清，街上哪有这样的？你要是觉得贵，也可以不租。合同上写了，房东有权提前收回房子，只要提前1个月通知就行。马主任，容我考虑考虑，这2天给您答复。行，2天后我再来找你。别冲动，姐夫，他是故意的。他看我们生意好，客人都认这个地方，料定我们不敢搬，所以坐地起价。谁说我不敢搬？姐夫，咱不能一直租房子做生意，得有自己的房子。姐夫，你要买房？我准备开个大饭店，能包桌，能办酒席的那种。太好了，咱们镇上就缺这样的地方。还是姐夫你有眼光啊！你先看着店，我出去转转。大爷，这房子您要卖？卖。老伴儿病了，去省城动手术得1000多，我没钱，只能卖房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大爷，多少钱？3500。好，我买。你不还价，这么痛快就买了？对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今天签合同，我付500块定金，剩下的3000，3天之内付清。您把房契给我，咱们去房管所过户。成，小兄弟痛快，我也不含糊，咱们今天就签。林国栋，欠的赌债啥时候还？500块，拖多久了？想找死是不是？大哥，再宽限几天，我手头实在是紧。老子都宽限你3个月了，还敢跟我拖呢？
看来要先给你一刀，长长教训。明天我一定给。行，就明天。到时拿不出钱，我剁你一只手。400多，这才几天？二哥屋里肯定不止500块，只要我拿到就发了。二嫂，不好了，二哥出事了！老三，国强怎么了？那个马房东狮子大开口，房租要涨到50，还得年付。二哥跟他打起来，被凳子砸了脑袋，正在卫生院等着钱救命呢。怎么会这样？二嫂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赶紧拿钱啊！要1000块。二嫂，你什么意思？二嫂，你什么意思？二哥正等着救命呢。老三，为什么是你来通知我？按道理我弟在那边，应该是他第一时间知道，然后告诉我。二嫂，你弟不得留下来照顾二哥吗？我当时路过看到了，见状赶紧回来通知你。我这是好心啊，你怎么还怀疑我？老三，我想不明白，马主任为啥突然涨租？而且你二哥是退伍军人，马主任一个矮个子，怎么打得过他？二嫂，马主任带了好几个人，二哥打不过，你快把钱给我，晚了来不及了。不对，我还是亲自去看看。二嫂，你别逼我，快把钱给我。林国栋，你干什么？国强，他骗我说房东涨房租，你还被他打了，要1000块钱救命。我没事，好好的，别哭。林国栋，你为什么骗我媳妇儿？二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听人说的，以为你伤重，一时慌了神。看到你现在好好的，我放心多了，这就走。谁告诉你涨房租的事？谁让你来骗钱？说！二哥，你松手！你不说，今天就别想离开这儿。是大哥，他让我去找马主任涨房租，让我来骗钱还赌债。林国栋，你还是人吗？联合外人来坑你二哥，还骗他的血汗钱去还赌债。从小到大，他多疼你啊！你良心让狗吃了！二哥二嫂，我错了，我欠了500块赌债，明天不还他们要砍我的手。二哥，你救救我，你一直都对我很好的，就再救我一次好不好？妈，救命啊！二哥要打死我！国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我不过是误传了消息，二哥就要打死我。老二，你真是狼心狗肺，竟对亲弟弟下这么重的手！老天爷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杀千刀的？刚才是他自己摔倒的，我压根就没碰他。没碰，他都吐血了，你看不见了吗？妈，国强真没碰，我亲眼看到是三叔自己躺地上的。谁问你了？这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姓人说话。妈，别忘了，你也是外姓的，而且这是我和素梅的家，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好啊，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是治不了你了。
这就报警，让公安来治你的罪。你这是干嘛？一家人何必闹得要报警？不如这样，二哥赔我点医药费，我自己去看就行。你看看你弟弟多心疼你，为了你不出事儿，宁可自己受委屈。赔你钱？妈，你闻闻，这是血吗？槟榔？怎么不说话？要不要把刚才哭着求我给你还赌债的事儿再重复一遍？什么赌债？没啥，我其实没啥事儿。妈，咱们回去吧。你去赌了是不是？你大舅怎么死的？你忘了？说话！赌博，然后被追债的逼得跳河淹死了。我反复的叮嘱你们兄弟不许去赌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你要活活气死我呀！妈，我错了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就1000块钱。1000块，你把我这把老骨头拆了也没有啊！国强，你帮帮你弟吧，毕竟你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。妈，我记得分家时你说我哪比得上大哥三弟有出息，你忘了？林国强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当妈的说你2句怎么了？现在家里只有你拿得出1000块，你不掏谁掏？想得美，我1分钱都不会掏。妈，你要不想老三步大舅后尘，就别管这事儿，更别指望我。妈，二哥真不管我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先回去问你爸。你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马主任确实要涨房租，但没有动手。他想涨多少？涨到每月50。50？整条街的都没这么贵的，他凭什么？别生气，我已经决定退租了，并且新房也买好了。你说啥？咱们买房了，镇南头3间门面，后院3间瓦房，带个大院子。真买了？前面的门面咱们开饭店，后面的瓦房咱们自己住。素梅，以后咱不用看房东脸色了，咱有自己的房子了。老头子，别打了，再打怕是要出事儿。逆子，打死也是活该。都怪老二，他要是愿意把这个钱填了，那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说的什么混账话？是他欠的债吗？凭什么把屎盆子扣他头上？他赚那么多钱，帮忙怎么了？一家人都见死不救，还是人吗？就是，都怪二哥。林国栋，时间到了，钱呢？大哥，再宽限几天，我保证。你保证个屁！上回就说好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现在立刻给我拿钱，否则我先断他一只手。妈，救我！快救我呀！别，大兄弟，有钱，我们有钱。有钱还不赶紧拿出来！他们搁这耍我呢。我们哪敢？只是钱被我们二儿子收走了，你问他要。对，我二哥可有钱了，他能给的不止1000。大兄弟，你快去吧，他家就住在村东头的土坯房里。你当父母的都要不来钱，指望我去当我冤大头呢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剁手。我数10下，1。我们真没钱啊！你就是逼死我们也没有啊！那就用这破房抵债，已经5个数了，快点！
不行不行，这可是我跟你爸养老的房，卖了去哪儿妈，啊？救命啊！我不想剁手。卖！我们卖房。这还差不多，立刻给我收拾收拾，滚吧！活该，一群废物，连住了30年的狗窝都保不住，赶紧滚，别脏了老子的地！红霞婶儿，你们一家干啥去啊？说来话长，妹子，你知道咱村哪还有空房不？不会吧？国强搁镇上买了200多平的大房子，你们还愁没地方住？什么？200多平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男人镇上做工，亲眼看到的。红霞婶儿，还是你有本事，生了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，他肯定一早就要把你接过去住吧？不耽搁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妈，200多平啊，这完全够咱们住了。没错，这个不孝子，既然他不来请，咱们就主动去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还敢把咱们赶走？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我看咱们还是去住老大家也行。你这回倒是听劝。咱们总要先过渡2天，等老二搬家时，咱们再过去。对，我倒是要挑个好房，不然我老婆可不干。妈，你这是干嘛？国强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镇上买房了？是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给钱，逼得我和你爹卖房，咱家老宅都没了。二哥，你真是好狠的心，让爸妈一把年纪了还受这种罪。老三，爸妈他们为什么遭罪你不清楚，哪来的脸指责我？你少说你弟弟，反正你有钱不帮，就是不应该。现在乖乖请我们去你新房住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请你们，绝不可能。你敢？为什么不敢？房子是我买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我不管，要走可以，必须带上我和你爸，还有你弟一家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妈，我说了，不可能。李国强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咋回事啊？这是闹啥呢？大家评评理呀！我这儿子发财买新房，明知道我和他爹现在没地方落脚，他却不让我们住，这是要逼死我们老两口啊！不会吧？国强不是这样人呀！他就是，他三弟都快过不下去了。他不帮忙，还逼得人家要离婚，全是这不孝子干的好事儿，自己吃香喝辣，不管爹爸兄弟的死活。妈，都是我没用，我要像二哥这么有本事，肯定会好好看待你和爸的。国强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再怎么说也是你亲人，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是啊。传出去也不好听，就是百善孝为先。够了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妈，老宅为什么卖？是林国栋赌钱欠了一屁股债，你跟爸给他填坑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？从小到大，你和爸就偏心老大老三，我退伍安置费给老三娶媳妇儿，我盖房的木料被你们抢去给老大盖房。可我闺女奶粉都吃不上时，你们却1分钱不抛。现在我靠自己双手挣来的房，你们就跑来抢，凭什么？怪不得，原来是老三赌钱把老宅卖了啊！我说那屋子怎么换人了？合着这娘俩合起伙来讹自己亲儿子、亲哥，太过分了！红霞，这就是你做父母的不对了。我怎么了？他就是不孝。妈，
你孝顺的标准怎么不对着大哥，不对着三弟？就是啊，自己一碗水端不平，还好意思怪孩子？逆子，你故意挑拨别人骂你娘是吧？我真是白生你了！够了，你还要丢多大的人？国强，你别管他，日后我看着你去城里好好过日子。老头子，你帮谁呢？我们没地方住啊！闭嘴！我跟你爸马上就要当流浪汉了，你满意了？妈，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激我，再不济大哥还有房呢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你大哥那儿怎么住得下？一个狠心的，就是要逼死我们啊！想住房是吧？行，这2间土坯可以暂时借你们住，但新房你们想都不要想，否则别怪我不念半点情。国强这孩子真不容易啊，肯吃苦又有本事，所以人家能挣大钱，某些人可远远比不上。老林，红霞婶，以后对国强好点，就你们从前干的事儿，换别人早把你们赶出门了。你们不懂，不要乱说。国强，我应该跟你一起搬的，这么远，东西又多。说什么傻话？你怀着孕，我哪能让你搬？爸，咱们快进新家看看吧。好，快进去吧。爸，咱家院子好大呀，比以前大10倍。以后还能更大。等爸攒够了钱，给咱们家盖楼房。好，盖大楼。哭啥？我是高兴，真的高兴。不哭，我说过，要让你们过得越来越好。林国强，上回跟你说的涨租事儿，考虑咋样了？狂什么？信不信待会儿就傻眼了？马主任，我考虑清楚了，这店还租是吧？早同意不就完了？跟我废什么话？马主任，我是说，这店我不租了。你说啥？不租了？林国强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！没开玩笑，月底合同到期，我立马搬走。林国强，你这店生意多好啊，说不干就不干，你疯了吧？这样吧，我降到每月45，就当是可惜你这个店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已经买了新门面，准备开个饭店。你买新门面？你怎么能买新门面呢？我这怎么办？马主任慌啥？你不是说你这是黄金地段，不愁租吗？那当然，你们不租，有的是人租。你们别得意，我不信你们饭店离了我的宝地还能这么火，就等着亏本吧。放心，肯定会让你失望。哈哈，姐夫太解气了，谁叫他恶意涨价，活该。饭店的营业执照和人工我都办好了，趁有空，咱们定下菜单。鱼香肉丝、宫爆鸡丁、回锅肉，光炒菜就10来样。姐夫，这么多菜，请客要排场，菜少没人来。面食、米饭、卤味、烧烤、酒水，咱们全上。除此外，我还订了3个套餐，6元套餐，4菜1汤，2荤2素，够3、4个人吃。8元套餐，6菜1汤，3荤3素，送壶散啤，够5、6个人。10元套餐，8菜1汤，4荤4素，送瓶白干，够7、8个人。10块钱一桌，这么贵有人订吗？放心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国强饭店今日盛大开业，开业3天，全场8折，啤酒买1送1。8折，啤酒还买1送1，这优惠力度镇上从没有过啊！咱们快去尝尝，林师傅手艺可是一绝。欢迎大家品尝，快请进。
老板，来2个肉夹馍。好嘞，卤肉饭，来1份。好，您稍等。老板，你们这儿能包桌？能，有3个基础档次，还有10元到15元高档套餐，10人以上起订，提前1天。6月28我老母亲过寿，想订6桌，就订10块1桌的，这是定金。姐夫，你真神了！从今天起，咱们国强饭店算是站住。7月份营业26天，总流水6800多块。扣掉食材本钱、工签、税费、杂支，国强，咱们净利润3500块。我知道。1年，国强，以前咱们1年都见不到这么多钱啊。下个月会更多。国强，咱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。还不够，以后会更好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来？你先睡，我出去看看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国强，这是土坯房的房租，按村里的价，3块钱1个月。爸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国强，拿着，我跟你妈欠你太多太多，不能再占你便宜了。上辈子我掏心掏肺，他们只觉理所当然；这辈子我狠心不管，他们反倒主动让出利益。只有这些了。饭店生意好，用菜量很大，明天还有几桌大宴，菜不够，菜市场最快也得后天有，就没其他地方有。供销商会现在可以对外供菜，量不多。但咱们也够了，那先去买，记住品质得把控好。老板放心。怎么还不亏本？生意这么好。哟，这不是以前长租的马主任吗？看到人家国强现在开大饭店，心里难受吧？你胡说！我听说你那铺子到现在还没租出去，不如再降点，降到20。想得美！没门儿！那你这辈子都租不出去了，只能看着国强的大饭店郁闷。不是要买菜吗？林国强，你想安稳发财，做梦！怎么了，老板？供销商会说没菜了，不卖我们，晚上就有大宴，这没菜怎么办？定金都收了。要是开不了席，咱们饭店的名声就臭了。你确定供销商会没菜了？有菜，而且还很多。我早托相熟的员工打听过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肯定是马德福，他还记恨我们退租的事儿。姐夫，我去砸了他的办公室。砸？那是犯法。他想玩阴的，我就陪他玩大的。哟，林大老板来了，怎么饭店要倒闭了？来讨饭吃？马副主任，晚上我有重要宴席，需要50斤五花肉、20只鸡，还有大量时鲜蔬菜，希望您行个方便。最讨厌被叫副主任了，他还特意加个副字，故意的吧？就一句，没货，滚！你胡说！我刚看到后面仓库都堆满了，你就是故意卡我们。卡你们又怎样？敢跟我顶嘴？信不信我让你在这镇上混不下去？马德福，你作为民间商会副主任，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公民，这是违法的。违法？林国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管得着吗？你想拿菜？行啊，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大声说：“马主任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狗，我就给你菜，否则，哼，
你就等着宴会开场，端上一桌空气吧。到时候看你这饭店怎么收场。马主任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没错，赶紧跪吧。王主任，您都看见了，马德福私扣物资，逼人下跪，还要毁我生意，他这是在破坏县里的营商环境。王主任，您怎么在外？马德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主任，我是跟他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拿商会的物资开玩笑，拿人民的尊严开玩笑。我看你是权欲熏心，无法无天。小林同志，是我们管理不严，让这种害群之马坏了风气。你要的菜，供销商会全部按最优价给你。谢谢王主任主持公道，那我先去买菜了。你现在立刻停止反省，写深刻检查。如果再有一次以权谋私，直接开除。是。林国强，你毁我前程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姐夫，你看到刚才马德福那表情没？简直要哭了。爽！还是姐夫你有办法，一招请君入瓮，直接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来了。这回是马德福，下回又不见得谁了。蔬菜这个主动权得握在咱们自己手里。我下午去多跑几个市场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我要自己种菜，种大棚蔬菜，那样冬天饭店也能吃上新鲜菜。姐夫，啥叫大棚蔬菜？到时你就知道了。上辈子直到90年代大棚蔬菜才普及。一根黄瓜能卖好几块，我要趁现在没人懂时种出来，到时种的就不是菜，而是金子。到时骨架间距再密一点，这里的雪大，吸了撑不住。还有，北墙的土要夯实，炉子靠北墙摆，热效率高。林老板，这竹竿子搭起来，盖上塑料布，里面真能暖和，这玩意儿看着就不结实。信我，这棚里我能调成春天的温度，外面下雪，里面照样绿意盎然，黄瓜、辣椒都能长。行，林老板，你说咋干就咋干，跟着你干，心里踏实。大家加把劲儿，入冬前必须完工，工前日结，绝不拖欠。装神弄鬼。就这几块塑料布还想冬天种菜？林兄弟，林老板脑子灵光，那么大的饭店都能开起来，这个肯定也行。那是他会忽悠，你们小心被骗了。林兄弟，你要是能跟林老板混，说不定也能发财呢。我才不跟他，都是骨肉兄弟，说两句软话死不了人。我可是听说你媳妇儿因为你没钱，正闹离婚呢。二哥，你这店生意不错啊，还缺人手吗？不缺。二哥，我这回是认真的，跑堂、洗碗，我啥都能干，工钱你定。老三，我这儿不养闲人，也不缺人，你回去吧。二哥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不借钱，我老婆回娘家正跟我闹离婚呢。二哥，你得为这事负责。我负责。是你自己赌钱输了，是你连养家的钱都赚不了，老婆跑了怨谁？林国栋，我不是爸妈，没责任给你的烂摊子擦屁股。我们可是亲兄弟，困难时你拉我一把怎么了？我从前拉的还少吗？老三只要肯吃苦，你开车赚钱并不少。至于你那媳妇儿，她跟你不是一条心，早断了也好。如果没记错，上辈子这个时候徐青青已经出轨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媳妇儿？林国强，你敢挑拨我和媳妇儿的感情，还胡说八道，我砸了你这店！住手！林国栋，你胆子大了，还敢砸我的店？之前欠我的钱都没还清呢，你赔得起吗？松手！二哥，骨头都要断了，还砸不砸了？不敢，我错了。你媳妇儿的事当我多嘴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滚吧！
老板在哪儿？给我滚过来！二哥，你好像有麻烦了。你好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看，这面里有苍蝇，还有头发。你们这卖的是泔水吗？上菜前我们都会专门检查的，这可能是用餐时掉进去了。这样，这单免了，我重做一碗给您赔罪。胡说，这就是你们的问题，休想狡辩！哎呀，我的菜里怎么也有虫子？我这儿也有头发，这么长的头发，看见没有？这么多人，总不会是意外吧？林国强，你这饭店卫生有问题，大家别吃了，小心吃出人命。姐夫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做的时候一直都干干净净的。别慌，身正不怕影子歪。二哥，别狡辩了，不是我说你，咱家虽然穷，但也不能赚这种昧心钱啊！大家听听，连他亲弟弟都这么说，这饭店肯定大有问题。没错，快跑，别中毒了！不是的，大家别走，我们每天都消毒的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林老板，你这招牌算是砸了。你确定我卫生有问题？难道不是吗？既然大家有所怀疑，那我就请专业的人上门检测。志军，去请卫生站的同志来，当场检测，有一项不合格，我林国强就关门，并赔偿所有客人10倍损失。但如果没问题，那就是你造谣生事，损害我名誉，我直接把你交给依法队，后果自负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经过全面检测，国强饭店的后厨卫生、食材新鲜度、餐具消毒指标全部达到优秀标准。优秀的？那刚才那些虫子肯定是有人陷害，否则之前怎么从没出过问题？对，林师傅的手艺人品都是顶好，反倒这个人从前可没在店里见过，肯定有问题。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没。我就是觉得不好吃，不说，那就跟我去派出所。诽谤罪够你喝一壶的。是马德福，他给了我50块钱，让我带几个人搞臭你的名声。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，我就是嘴贱。你上次不还联合马德福逼我涨租吗？马德福，站住！二哥。这跟我没关系啊！快说是不是你做的？是又怎么样？林国强，你害我停止检查，这辈子都在供销商会升迁无望，这点教训算轻的了。就你这样的人还想升迁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回才算是真到头了。马德福，你造谣生事，扰乱公共秩序，拘留15日，罚款500元。另外，你领导已经传话过来，供销商会决定撤销你供销社副主任职务。不能撤销，不能啊！林老板好样的，以后我吃饭就认准国强饭店。这马德福平常就仗势欺人，这回终于被你制服了。林老板，你这弟弟偷奸耍滑，比你差远了，还是少来往。大家受惊了，今日所有消费一律8折，另外送每位一份卤豆干，以表歉意。大哥，你这时候来有事儿？国强，妈前2天在院里摔了，暂时走不了路，她想要素梅过去伺候几天。我媳妇儿怀孕快8个月了，你们不知道。国强，这是两码事儿。婆婆生病，儿媳床前尽孝是规矩，是本分。让孕妇去伺候人，大哥说的是哪门子规矩？老二只是照顾病人，村里多少女人怀孕时还下地干活呢？大哥，我只问一句，妈生病，大嫂去照顾吗？你大嫂这2天腰疼的直不起来，不行啊。那老三媳妇呢？那就不是个干活的人，让她去也是添乱。都不去，就盯着素梅，怎么？是看我好欺负？国强，主要是你媳妇儿细心，妈就喜欢她。别人去，妈嫌伺候都不舒坦，那素梅还不舒服呢。她万一累出个好歹，这责任谁负？大哥，你担得起吗？那你说咋办？都不管妈，
到时村里人戳我们脊梁骨。从今天起，妈的病3家轮流，每人1天。轮流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那天，我出钱请护工。老二，你真是变了，这么斤斤计较，我们全家都对你很失望。随便，我对你们也很失望。国强，别担心，绝不会再让你和孩子受委屈。桂芳，水，给我倒碗水。妈，水在桌上，您自个儿够一够，我腰也酸。你是我儿媳妇还是我姑奶奶？喝吧。烫死我了！你故意的！哎呦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实在伺候不了啊！都说她是恶婆婆，真是名副其实啊！就是，都这样了还作死。我没有啊！果冻，别抽了，我闻着难受。妈，你以前不也没觉得难受吗？等我这根抽完，先忍忍吧。老三，我饿了。妈，我也饿了。你啥时候给我做饭啊？你个混账！国强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你干什么？洗脸？有你这么洗脸的吗？赶紧滚出去，让林国强来。林老板忙呢，吃药吧。林国强，你没良心的！出钱请个冷冰冰的外人，连个人影都不露面，我白养你那么大了！天杀的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老太太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您骂他之前，不如先想想，从前是谁尽心尽力的照顾你，那时候你可连句感谢话都没有。再说，比起你家老大老三，林老板好太多了。要怨就怨你不知道珍惜，落到今天这个人嫌狗厌的地步，是你活该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林老板说了，你要是闹，我可以立马就走，他会再安排厉害的人来。妈，你歇着吧，我年轻多干点。妈，慢点，晚上我一直守着你。妈，您别怕，儿子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国强，难道妈真的错了？哭什么哭？听得人心烦。老头子，我想到国强之前那么照顾我，再看看现在，我难受啊！这话说的，以前逼国强给老大老三填坑时，你怎么不哭？今天他不管你了，你倒知道对不住他了。你不偏心吗？这么多年你装聋作哑，不也没少占国强的便宜？少在这说我！老头子，你说咱们现在跟国强好好处，还有机会吗？老师傅，上回订的那套金首饰，今天能取吗？能，林老板来的正好。林老板，你这一下子打这么多金饰，是办喜事儿？结婚纪念日，以前条件不好，光领了证，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给媳妇儿买过，现在补上。好，好，你媳妇儿真有福气。这不是老三媳妇儿和他情夫刘浩吗？二哥，你看见了对不对？看见了，怎么还要恭喜你戴绿帽？放屁！青青没有出轨，那个男的是他同事。哦，你不信是吧？跟我走。干啥？二哥，你跟我去盯他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他们是清白的，然后你向我和我媳妇儿道歉。老三，你脑子真是有病。行。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这就是同事间的客气，领导照顾下属正常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定不是。是吗？那你看看他们是去哪儿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你找谁啊？刚才进去那对狗男女在哪个房间？同志，我们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。那女的是我媳妇儿，快说！202。还是你好，林国栋连你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，买件好衣裳都费劲的要死。那是，他哪有我疼你？我连人带心都是你的。讨厌，又会哄我。那你也来哄哄我，再听一下。这回还觉得他们之间清清白白。林国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他妈谁呀？私闯客房可是犯法的。犯法？你睡我老婆的时候怎么不犯法？林国栋，你疯了！你松手！我给你打回来！滚开！够了，闹到公安全都得进去。林国栋，我要跟你离婚！贱人，凭什么提离婚？要提也是我提。行，那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。你们想甩了我在一起，没那么容易。离婚前你得把我家给的彩礼退回来，另外再赔我300块，总共600块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疯了？你想得美！好歹也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计较彩礼钱，男人做到你这份上真没出息！你找死！我劝你最好给钱。你通奸婚内妇女，构成流氓罪，想去坐牢吗？你敢？我现在就去报警，你看我敢不敢？站住！600块我给。拿着钱滚吧，以后咱们再没关系。起来！你赢了，是不是想笑话我？你笑啊！你觉得特别可笑，对不对？当初我用你的钱娶这么个女人回来，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？是。我掏心掏肺对她，不舍得她干家务，赚的钱都给她，就连赌钱也是为了给她买东西。我哪点对不起她？她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赚钱给你，可你1个月干不到3天活，没钱就问爸妈要，24了，除了哭闹索取还会什么？你胡说！我有没有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二哥，你是我亲二哥呀，怎么能帮别人说话？而且如果你给我工作，徐青青不见得会跟我离心。老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欠你的，这世上没人欠你。你要是想吃饭，自己挣。素梅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知道。打开看看。你什么时候弄的？前阵子去金铺打的。好看。你之前说想去市里开个大饭庄，往后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，你现在花这么多钱买这些？我赚钱就是为了给你和孩子花的，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我都给你买。倒是你攒了一柜子金银珠宝，带都带不完，走出去人家就知道这是林老板家的富太太。我也给你买了个衬衫，待会儿试试。林老板，咱们只有5亩地，饭店用菜量太大，估计不够用，我会再包20几亩，到时你看着招人手。二哥，这是你借我的彩礼钱，300块，数数。怎么，改邪归正了？还有事儿？二哥，地里的活儿我能干，又来这出。我说了，我不养怕苦怕懒的，你去别的地方吧。老板，这盯着他，只要偷1次懒，立刻让他滚。医生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肚子疼是因为怀孕了，但孕囊先天不稳，已经没胎心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
这就没了。去做流产手术，拖久了对你身体不好。国伟，咱们的娃没了。哭没用，这孩子不能白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国强的饭店现在日进斗金，你这时候去帮忙，出了事儿算他的责任。你是说去他店里干活？对，出事了就让他赔。不好吧？而且万一他不认账呢？那就一直闹，这么大的饭店，他可经不起耗。听我的，难道你不想牛牛往后过好日子？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素梅，家里困难，我想来店里帮忙赚点钱，你看行吗？大嫂，店里不缺人，你回去吧。国强，我知道以前对不住你，但这回我是真心的，你就让我帮忙吧。我不要钱，管饭就行。我想带回去让牛牛吃点好的，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要不让大嫂试试？我们可以给牛牛拿些好吃的，但干活就不必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不能白吃饭。哎，真是为母则刚。为了牛牛，一向虚荣懒散的大嫂都勤快起来了。就怕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出去一趟，一定要离他远点儿。大嫂，要不歇会儿吧？没事儿，我不累。客人正要酒呢，我去搬。大嫂，这太重了，待会儿让大柱搬就好。没事儿。啊！我的肚子！孩子，我的孩子没了！孩子？大嫂，你什么时候怀的孩子？刚怀上1个月。所以你明知怀孕还非要来我店里帮忙，你也没问我呀！我就想给孩子挣点好吃的，我有什么错？赵素梅，你害我流产，今天不赔1000块，我就死在这儿！你这分明是讹人！赵素梅，弟妹，你也是个孕妇，怎么这么狠的心，竟逼得我媳妇流产？我没有，你们都在胡说！大家都来看看，我亲兄弟开店，我媳妇怀着孕来帮忙。被他们逼的孩子都没了，大家给评评理。怀着孕怎么能让干活呢？这老板心太黑了，亏她自己也是个孕妇呢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这么恶毒人开的饭店，东西能吃吗？不是的，明明是他们在讹。闭嘴！今天就要拿钱，否则我就去登报起诉，砸了你这黑店。大哥，你们闹什么？老二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媳妇害了我孩子。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，想要赔偿？对，1000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凭什么？凭你不要脸，还是凭大嫂肚子里那个早就流产的死胎？没有，他瞎说的。林国强，你故意咒我儿子死，你好毒的心！我的孩子，他还只是个未出生的婴儿啊！不管怎样，诅咒一个未出生的婴儿实在太恶毒了。林老板。你不能为了赖账什么话都说出口啊！太过分了，快赔钱吧！国强怎么办？赔钱吧！我刚去了趟你们家里，牛牛给我的病历上面清楚写着，大嫂上周日就已听谈。你们瞒着不说，非跑我店里演这一出，不是讹人是什么？这肯定是伪造的。伪造？那大哥敢不敢带大嫂去卫生院，请大夫当场验证？不去，你赔钱就行了。对，我们就不去，不去就是心虚。你们搞半天就是个骗子，拿死去的孩子讹人，太缺德了！这样的做父母简直遭雷劈。凭什么我的孩子没了，你却挺着大肚子？林国强，小心他肚子里的野种也跟我孩子一样是个短命鬼！国强，我肚子好疼。来人，快叫车！我老婆孩子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绝不放过你们！快放！上辈子我就失去过这个孩子了，难道这辈子还是逃不掉？恭喜母子平安，7斤2两，是个大胖小子。谢谢大夫，谢谢。
哭啥？傻不傻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高兴。素梅，谢谢你为我生孩子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。真好看，叫啥名儿？庆安，林庆安，我很早就想好这个名字了。庆安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你好，外面有对老夫妻，说是你们的父母，想进来探视。让他们先回去，我媳妇儿需要休息。我的大孙孙哟！奶奶来了，快让奶奶抱抱。妈，你先别碰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孙子，我还抱不得了？新生儿弱，不能乱抱，你们身上有细菌。我和你爸出发前洗了3遍，肥皂搓得干干净净，哪来的细菌？那也不行。哎呀，婴儿刚出生确实要仔细些，我跟你妈就不抱了啊。爸，素梅和孩子都需要休息，没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。第一次见大孙子，我们也不能空手来。我跟你妈特意打了个金锁，保孩子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。爸，这太破费了，我们怎么……快收下，爷爷奶奶给孙子天经地义。我跟你妈现在钱不够，等以后宽裕了，静静微微的也都补上。爸，你跟妈有话可以直说。我们给孙子孙女买点东西怎么了？还有这个，当年你和国强结婚时，我就该给你的，拿着吧，你是我家的大功臣。国强，拿着。大哥3弟结婚时，妈可是当场就把银镯子给新媳妇儿了。国强，从前是妈不好，妈有些话。让开，快让我进去！这兔崽子还敢过来！素梅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来处理。老大，你还好意思到这儿来？妈，我知道这次做过火了，这不是想赔礼道歉吗？你还好意思提？你弟妹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老大，你差点毁了你弟弟一家，真是太混账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心疼老二了？那我呢？桂芳做了清宫手术，再也生不了孩子了，你们关心过吗？那是你们自作自受，谁叫你们贪心想讹钱？老大，你妈说的不错，你要是真心想道歉，就赶紧离开，别刺激素梅。爸妈，你们以前都护着我的，既然你们看不上我，那以后都不要管我了，去巴结林国强吧。造孽呀！我嫁进林家这么多年，这还是爸妈第一次为我们说话。还有那金锁，以他们现在的收入，肯定是攒了很久，甚至借钱才买到的。国强，我感觉怪怪的。别想太多，先照顾好自己。可是，素梅，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已经过了。国强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可过去那些事儿，不如试着放下。我不是说原谅他们，而是放过你自己。老三，爸妈疯了，现在竟然开始在乎老二，还为了他骂我。他们现在眼里都没我们这2个儿子。你不气，不恨？你离婚把脑子离傻了吧？以前可是非要爸妈最疼你的。那是我以前太任性，太孩子气。其实我都24了，早该独立了。大哥，爸妈只是公平一回，你就这么难受？那从前爸妈不分青红皂白，只维护我们时，二哥又该多难受？你疯了！他怎么能跟我比？为什么不能？二哥也是爸妈生的，谁让他是老二？从古至今，老二就是吃亏受罪的，不然把他生出来干嘛？抢我们兄弟的资源。老三，你脑子清醒一点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我很清醒。大哥，别跟二哥斗了，你斗不过他。好，好得很，你们一个个都向着他，都给我滚！
姐夫，你妈现在真变了，天天来帮姐带孩子，还主动端盘子洗碗。还有你爸，给你看地守鱼塘，难道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跟你认错？不知道，姐夫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我只信一件事，日久见人心。也是，装得了一天，装不了一辈子。尤其他们还曾那么恶劣的欺负你跟我姐。姐夫，我新得一消息，说市里大领导要来镇上巡查，好像要找靠谱饭店对接接待市里来往投资重要客户。这要是选中了，利润巨大呀！姐夫，他会来咱们这儿吗？不确定，但只要他来，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。老板，来贵客了。马德福，他怎么会在？你好，请问吃点啥？新起点，有风味的。好的，您请稍等片刻。刘局，这小店寒酸，您将就一下，有什么不满意我立刻收拾。胡说什么？林国强，再次看到我，是不是心慌得很啊？一个手下败将，我有什么好慌？你少狂！知道刘局什么身份吗？那可是市里来的大领导，我的远房亲戚。因为这层关系，王主任也不得不求着我过来接待他。信不信？只要我说2句话，他就让你这饭店立刻关门。马主任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从前得罪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，求你别为难我姐夫。如果你真这么厉害，早就让那位领导关我的店了，何必跑来说这么多？恐怕你连他想来我店里吃饭都阻止不了吧？你懂什么？我好心告诉你一声，刘局爱吃辣，做不到合口，你就等着关门吧。姐夫，马德福那王八蛋太嚣张了，别管他，狐假虎威罢了。他说大领导爱吃辣，那咱们全做辣菜。住手！姐夫，怎么了？以马德福的德行，你觉得他会好心提醒咱们吗？如果真全做了，那位领导吃出了事儿，马德福肯定立刻栽赃，到时封店、抓人、扣帽子，一套整死他。这个狗东西，太阴了。姐夫，那咱们做什么菜？不能辣，还得让领导吃得满意。做别人没有，而我们有。怎么还不上菜？磨磨蹭蹭的。该死，他竟然没做辣的。现在可是冬天，竟然有这么新鲜的黄瓜和西红柿。自己搭棚种的，温室种菜4季都有。温室种菜，我头一回听说。林老板真是个人才。慢着，刘局，反季节蔬菜从没听说过，肯定不健康，谁知道他打了什么药啊？领导放心，我自己种的自己吃。你要信不过，我可以先尝。无妨，我信林老板。好清爽，好脆嫩，冬天能吃这口黄瓜，绝了！鲜，太鲜了，一点不腥。好吃，好久没吃过这么美味干净的家常味了。刘局，我跟您说，这老板人品极差，之前跟家里人闹分家，您可别被他外表骗了。马德福，你敢不敢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当着刘局的面再说一遍？什么话？马德福刚在后厨门口告诉我，说您爱吃辣，往死里做辣菜。好你个马德福，你明知道我肠胃不好，吃不了太多辣，你故意整我。刘局，三舅，我没有啊。他说过，我们后厨的人都能作证。领导，这个马德福是惯犯，前段时间还派人来我们店里闹事，被供销商会开除。今天他又想借您的手整垮我姐夫的店。三舅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这都是污蔑。闭嘴！你不是说开除是被上司陷害吗？还求我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感情全是假的。三舅，别叫我三舅，从今天起，你我之间再无半点关系。马德福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在外面再敢拿我的名头招摇撞骗，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世上。刘局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滚！都是你，林国强，你为什么要一次次断我活路？
是你自己作恶多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活！师傅小心！好身手，志军，报警。好。马德福，你持械伤人，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我彻底输了，林国强，算你厉害。林老板，你这身手真漂亮，在哪儿学的？以前当过兵，在部队练的。缘分啊，我之前也在部队历练过，咱们算是战友，难怪你身手稳，做人正，遇事不乱。您过奖了。林老板，我不跟你客套，今天这顿饭我吃得很开心。你这手艺应该做大做强啊！不瞒您说，我确实预计在市里开个大饭馆，做高端宴饮。好啊，有志气，倒是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谢谢刘局。通知，全体村民注意了！热烈祝贺咱们村的林国强同志，他的国强饭店被评上了全省首家民生优品餐饮店。以后机关接待、外宾宴饮都跟咱国强饭店深度合作。乡亲们，这是咱们全村的荣耀啊！国强可真有出息啊！那可不，人家那饭店现在可是全省头一份儿。为庆祝这个大喜事，国强同志自掏腰包，每户村民到村委会领10斤猪肉、1袋大米。哟，贵房也来啦！你家林国伟不是挺能耐吗？怎么也来领他弟弟的东西？走，不领了，咱不稀罕。我说走，听见没有？10斤猪肉，1袋大米，好歹够咱们吃一阵呢。闭嘴！老二现在是真有出息啊，全省首家。咱要是有他1半的本事，也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。国伟，要不你也去跟国强干吧？我听说老三跟他大棚蔬菜赚了不少钱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去给我弟弟打工？打工又怎么了？国栋不也是？那是他窝囊。我林国伟再怎么不济，也不至于在自己亲弟弟手下讨饭吃。那你倒是振作起来呀！天天窝在家里能挣来钱吗？你打我！谁叫你胡说？好啊，这日子我不过了。不就是因为老子没钱吗？都瞧不起我！等着，我林国伟一定挣大钱，一定要让你们所有人刮目相看。全省首富，穿这身才像样。国强，我真没想到，3年时间，咱家大饭庄、食品加工厂，还有那几百亩菜地，真跟做梦似的。运气好罢了。对了，爸今天60大寿，寿宴都安排好了吗？早备好了，爸肯定喜欢。老头子，国强要给你在市里大饭庄办，你偏不肯，选在这儿。那儿太远了，这儿方便，而且这里是咱一家子和睦开始的地方。国强来了，快坐。就剩老大家不在了。3年前他跑出去，桂芳带着牛牛回了娘家，好好一个家，说散就散。好端端说着丧气的干嘛？吃饭。爸，儿子来给您祝寿了。爸，这3年没能在您跟前尽孝，是儿子不对，今天特意给您赔罪。劳力士，大哥，
这表得10几万吧？还行吧，小意思。国伟现在可是梅香食品加工厂的业务经理，经手的项目都上百万，买块表给爸那是绰绰有余。大嫂，你和大哥和好了？什么叫和好？我跟你大哥一直都好好的。梅香食品加工厂，三弟，你一个开小饭馆的小老板，估计不知道吧？这可是全省最大的食品加工厂，你这小饭店的菜，说不定还有从我们厂进的货呢。我知道，而且这工厂是我开的。国强，全省最大的食品厂是你开的？二哥，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吹牛谁不会啊？就是，爸妈，你们别听他瞎说。他一个小饭店老板，哪来的钱收购全省最大的厂？你懂什么？算了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坐下吃饭吧。坐，好啊。左位尊贵，按老规矩，我是家里老大，这位子该我和贵芳坐。这是我的位置，不让。大哥，坐我这边，我这位置也好。滚一边去！林国伟，你别太过分。爸，您要搞清楚，现在林家最有出息的儿子是我。您和妈以后要靠谁养老，心里最好有点数。再帮着老二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个不孝子！大哥，你怎么跟爸说话呢？老二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，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林国强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哥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骄傲的经理工作就没了。我说老二，你真是吹牛不上税啊！知道我跟集团老总关系有多铁吗？他跟我亲兄弟一样，我们好的能穿一条裤子。就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你说的老总叫什么名字？孙永平，听过吗？孙永平，10分钟之内赶到国强饭店，晚1分钟，你明天就不用再来了。国伟，他该不会真是梅香厂董事长吧？不可能，他一个小饭馆老板，怎么可能跟董事长扯上关系？演戏，他肯定是在演戏。老二，10分钟过去了，孙总人呢？你果然是演戏，装可真像。我就说嘛，他怎么可能认识孙总？你，孙总，您来了，是不是偶然路过？我正好。董事长，对不起。董事长，我来晚了，公司临时出了点急事，请您开恩原谅我这一回。林国强是董事长，这怎么可能？孙总，认识他吗？有点印象，好像是公司的一个业务员。哦，他说他是业务经理，还是你的铁杆兄弟？胡说八道！我统共就没见过你几面，什么业务经理，什么兄弟，简直荒谬！你不是说你是经理吗？工资每月100块，以后会好好养家的，所以我才跟你回来的。有缘又怎样？你个势利眼！你个骗子！咱们这回彻底完了。业务员的工资不过30块，你怎么买茅台、买劳力士？你钱从哪儿来的？你管我哪儿来的？
就算你是董事长又怎样？大不了老子不干了。董事长，最近公司账上少了一笔30万的公款，我今天正查到他部门呢。林国伟，你是不是挪用公款，跑这儿装阔充大爷？说，钱在哪儿？不是我，你别血口喷人！还不承认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报警，让警察来查个清楚。别报警，我认。我是拿了30万，花的也差不多了，但我只想扬眉吐气一回，只想让爸妈，让你们都看得起我，我有什么错？你想扬眉吐气可以，但凭什么拿我的钱？可笑！逆子，简直把老林家的脸丢尽了！爸妈，你们救救我，我不想坐牢啊！妈想为大哥求情。国强，爸妈对不住你，当年我们瞎了眼，偏心你哥，害你受了那么多罪。要不是你心善大度，我跟你爸这几年早就没了。国强，就是拼了我们这把老骨头不要，我们也绝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三弟，你帮我说说情，你救救大哥！不可能！当年我离婚落魄，是二哥点醒我，给我一份工作，可以说，他是给了我新生，我绝不会再背叛他。大哥，你最该求的其实是二哥。国强，算大哥求你了，30万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你给我条活路吧。大哥，牛牛还小，我可以给你条活路，但这30万算我借你的，你要立字据，按月分期还，晚还1天，我立刻通知人事，启动依法追责程序。我答应，我全答应。国强，我以前那么对你，抢你东西，害你差点瘸腿，还好几次背后捅你刀子。我以为你一定会像爸妈、像三弟一样放弃我，我以为你会巴不得我去死。国强，二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对不起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，好好做人，再也不犯浑。姐夫，蛋糕好了，上吧。站住！既然是来祝寿的，那吃了饭再走。谢谢，谢谢。素梅，这么多年辛苦你了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。国强，这辈子我和孩子们都很幸福，谢谢你撑起了这个家。干杯！